大家好，我是 Network 超2万个小时的社交学校 Josh， 非常开心来到 TEDx 的舞台。我在小红书上经常 post 一些跟海外职场向上社交相关的 networking 的内容，因为我想要帮助在海外的华人，尤其是留学生，还有职场新人，更好更快的找到他们心仪的工作。我想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跟 networking 相关的故事。我的本科是在美国读的，当时学的是金融，所以我的择业方向是趋之若鹜的投行。当我兴高采烈的去到我们学校招聘会逛了一圈之后，发现我想去的 Dream Company 高盛并没有来我们学校招人。在这个时候，我理解到原来这世界上有2种类型的学校 ：Target School 目标校跟 Non-Target School 非目标校。什么意思呢？目标校的意思就是这些公司会专门派人来你们学校招聘，有指定的名额给你们的学校。比如说我们在波士顿河对岸的哈佛，我呢跟90%人的一样，来自非目标校。所以我们去一线企业的唯一的机会呢，就是往上海投往升。所以大一的暑假，我狂投了200封简历，结果我收到了0封面试。此时的我开始慌了，我觉得我这辈子就要完了，没人要我。我赶快急忙去教授那里，我请问他我应该怎么办？教授说，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去 networking 向上社交。在美国有一种 coffee chat 的文化，与校友约咖啡，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寻找一个陌生人，跟他们进行职场上的链接和问询。18岁的我第一次听这个 networking 的概念，我非常的陌生，甚至我觉得非常的荒谬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有一个大佬愿意花时间跟我来 coffee chat？ 尤其我想要去的一线投行，他们年薪100万，时间比金钱还宝贵。我是谁啊？一个大一的孩子，要经验没经验，要资源没资源。所以我觉得老师就在糊弄我，打发我时间而已。我觉得没有人会愿意跟我 coffee chat。好，刚刚我也跟大家分享了，那个大一的暑假，我一份实习都没有，实在闲得发慌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我扒遍了我们所有的校友录，所有在纽约金融从业的校友，我全部发了一遍 cold email 冷邮件。我总共发了500封，在这500封冷邮件里，我非常惊讶，有100位校友竟然回复了我的邮件。其中回复最快的是一个在一线投行的董事总经理爷爷，他在10分钟之内回复了邮件，并跟我说下周3在我的办公室纽约见。我当时特别的纳闷，而且我非常的忐忑，好几次我想要悄悄把这个 meeting 取消了，我就直接不去算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可以给他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但是我还是去了。爷爷跟我花了1个小时梳理了他是如何从波士顿大学去到了一线投行，以及现在做到董事总经理这个位置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把我介绍给他团队的每一个人，确保每一个人给我他们的名片，所以我可以继续跟他们聊。在接下来2年里面，我通过 networking 应该链接了200至300位校友，也成功被内推进入高盛，成为当年我们那一届唯一从非目标学校进去的暑期实习生。听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觉得，谢谢大家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 ，Josh， 你是一个艺人，对吧？天生的社牛，社交场上的花蝴蝶，说的就是我本人。可是我是个 I 人啊，来，现场的 I 人朋友们，请举个小手。好，谢谢亲友团的配合。好 ，I 人社恐，对吧？听到 networking 就发慌。其实我想跟大家讲。Networking 不是只属于艺人的，它是 I 人跟艺人都应该拥有的向上社交的技能。其实 I 人是非常好的，可以成为社牛的潜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沟通的重点是在于倾听。你看我的问题就是喜欢自嗨，一顿疯狂输出之后我只想走，不想听你说，对吧？但是这不是沟通的重点。所以 I 人是非常好的社牛，但是 I 人的问题是什么？内耗情绪严重呀。你想说，天啊，我今天如果出去找他，他要是不回复我，拒绝我，我觉得我没价值，该怎么办？当你注意到别人脸上有一丝丝的不满的时候，你开始玻璃心碎了一地。天啊，他不喜欢我，我不想社交了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好，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社交的心态是什么呢？只要你主动出击，就有赢的机会。什么意思？好，今天如果说我们鼓起勇气，主动给大佬发了信息，我们有2种可能。对吗？一种可能大佬回复了你，那不太好了吗？本来你就没有跟大佬链接的机会，但现在大佬回复了你，你赚到了这个机会。如果说是第2种可能，就是说大佬没有回复你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他没有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差，因为你本来就不认识大佬。
所以想跟大家分享的这种就是一种聊到了就赚到了心态。OK， 好，这个理解了哈。好，那希望等一下大家都要去给大佬 reach out 哈。好，那现在的点就是说，那大佬现在回复了我，我要跟他聊啥？好慌啊！爱人又开始紧张了。在社交中有2个非常重要的点，第一个点一定是要做好自我准备，第二个点就是在聊天的时候一定要找到共同点。那怎么样算是做好准备呢？很多时候你可以通过一些公域信息，比如说领英，查到对方的一些信息，所以你可以非常具象化的去制定一些问题，而不是问一些又宽又泛的问题，例如投行是做什么的？你对 AI 怎么看？说实话，听到中文你有可能真的会走。第二种情况，当你在聊的时候，一定要积极去找共同点。我也非常鼓励大家去从校友开始社交，因为你们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点，也许你们师出同门，你们在同一个社团，你们会有非常多的相似的经历，可以拉近你们的距离。讲到这边呢，我想起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是什么呀？我们常说金子总是会发光的，对吧？我非常不同意这句话哈，尤其是在当今现在这个时代，僧多粥少，要找工作的人比岗位多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积极的照亮自己，把自己推出去，勇敢的踏出那一步。所以讲到这边呢，大家可能觉得我就是一个社交狂魔，鼓励大家疯狂去敲门，给自己多增加机会。没错，这是我的观点。但是其实我在这2万个小时的 networking 社交过程中呢，我常常想起那个15年前刚到美国的自己，那个对机会的渴望、胆怯揉在一起的那种非常复杂的感觉，你想要又不敢要。我记得我站在高中教室的门口，我想去跟老师问几件事情，站在门口我站了5秒钟，我手放在那个门把上，我想把那个门转开，但是我不敢用力。恰巧这个时候老师开门出来了，他跟我说了学生会正在招新，你应该去竞选。他不只鼓励了我，还跟我一起锤炼我的演讲稿，后面帮助我成功的当上了主席。在我接下来在美国的15年读书、工作、创业的时间里，我遇到了好多像老师这样子的开门人，他们帮我带去了更大的世界，甚至一些罩门人给了我一些我从来都没有想要可以得到的机会。这些开门人或者罩门人与我非亲非故，不是看我爸妈的面子，也不图财图色。说实在话，我们都不来自同一个国家，甚至同一个种族。还记得我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个董事总经理老爷的故事吗？我们喝咖啡聊到最后，我那个刚刚开始不了解的问题、想不清楚的问题是：为什么你要帮助我？我问了他，爷爷说：“Josh， 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我也像你一样做了同样的事情，我也去找了一位校友，跟他喝了咖啡，他给了我机会，雇佣了我，让我有机会开启我的职业生涯。所以在我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我也想要帮助其他的校友，回馈这个社会。”在那个时候，我恍然大悟 ，networking 的本质就是这世界上真的有好人，但是他需要你和我一起去营造和维护这个好人文化。所以希望我们可以成为敲门狂魔，通过向上社交帮我们自己争取我们应得的机会。但是我更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成为开门或者造门之人。谢谢大家。